小米12 Pro 跟一加10 Pro 这两台手机的对比可以算是今年的开年大戏了。这两台手机在很多地方都非常接近，比如说价格，对吧？那如果自己掏包买的话，你们更对哪台手机感兴趣呢？如果对一加10 Pro 感兴趣，打1；对小米12 Pro 感兴趣，打2。上期我们已经聊过了一加新出的一加10 Pro 了。可是小米12 Pro 也是新出的，而且他们俩价格一模一样，是吗？那这两台手机对比呢，真是相当的合适只不过呢，在这两台手机正式对比之前，先是我们的鼓励摄影环节，就是我们会用这两台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，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，但照片更长，更精彩，照片更长久。刚刚的那些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拍摄的，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，也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多拍好看的照片。欢迎收看 ZPH， 我是道吴，我是展展。我们的节目会聊手机、聊摄影、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。如果你期待这一期对比，期待我们的对比结果，记得点个赞、点个关注哦，支持我们。没错，这样会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来看过之前节目的朋友应该对一加10 Pro 的后摄比较了解了啊，就是这3颗镜头。那么后面我们简称它一加。同样的，小米12 Pro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了，在这期节目呢，我们简称它小米。它的后摄配置跟一加有一点不同的是，中焦它是2倍，而一加是3.3倍。咱们直接先从主摄开始说。在硬件参数上，小米的感光器要大一些，而且在发布会上，小米说它的感光器非常好。而一加却说它的硬件不错，而且调教非常好。不过这里要批评一加，它的照片信息中不标注等效焦距，这点真的很对不起跟它合作的相机厂商。从样片上看，一加的成像风格更艳丽更浓艳一些。不过咱们更主要的还是要比比它的硬件成本怎么样。那么咱们看看中芯跟边角画质的对比。先看中芯的。一加的锐化真的很重这点我们之前就说过，这个品牌的手机在成像方面锐化是比较重的。小米那边的光学素质也是不错的，因为一加这边能拍到的细节它都能拍到，只是更柔和一些。边角画质方面就得仔细看了，因为一加的锐化太严重了，但是仔细看的话，确实是它比小米的边角画质强一点，那也难怪嘛，因为它的感光器小，它的光学素质更好把控嘛。第二组样片在成像风格上跟第一组还是一样的，一加的更浓艳一些。那么在中芯画质方面也是一样的，一加的锐化真的非常猛那边角画质方面跟上一组也是一样的，依然是一加的控制更好一些。还是那句话，它的感光器小，边角画质好控制。再说高清模式，这两台手机的主摄都有高清模式，一加是4800万，小米是5000万。那么在中芯解析力方面，确实是小米的更好一些，毕竟它的感光器更贵嘛，理应更好一些。再说他们俩的超广角，我们的节目呢是尽量回避硬件参数尽量说跟相场有关的感光器大小。但是今年的很多手机的超广角用的都是 GN1 这个传感器，这个传感器有人知道它研发主要是为了前摄，但是很多厂商都拿它当超广角。那你说它除了能用又便宜以外，还有什么原因呢？一加10 Pro 这台手机的超广角还有一个150度跟鱼眼模式的选项，只不过畸变真是太严重了，大家拍摄的时候可能很难把控。
更可气的是，它都跟哈苏合作了，结果它标了一个150度，它不标等效焦距，你对得起哈苏吗你？那这个150度的超广角确实是比小米的超广角视角更广一些，但是鱼眼模式呢又比小米的窄一些。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就是好玩，就是有意思啊。不过这已经很重要了。如果你喜欢超广角，那么你可以尝试用这两个模式去拍摄。那么在默认的超广角模式下，一加的超广角是没有小米的广的，具体视角差距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又是一加拍不到的地方。在色彩风格上还是一加的更浓艳一些，但是中心画质可没有小米的好啊，小米的中心画质更优秀。边角画质方面依然是小米的更优秀。再换一组样片，中心画质方面依然是小米的更优秀，边角画质还是小米的更优秀。超广角还有50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，只不过 GN1 的高像素模式很一般。那么咱们看看它俩的表现，那结果呢还是小米的解析力方面更优秀一些。毕竟一加这边还要给更广的150度超广角留点空间呢啊，所以也应该是小米的更清晰。再看看他们俩的中长焦镜头，一加这边是3.3倍的，小米是2倍的，这个是我眼中最大的差距。那至于像素的差距呢，咱们用样片说话吧。先看2倍焦段的表现，一加这边是主摄的2倍数码变焦，那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小米的光学镜头更好，那说明一加是用主摄的默认设置来数码变焦的，并不是用高清模式。再看3倍镜头的表现，3倍镜头一加就是光学镜头了，而小米只能用2倍镜头的数码变焦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，确实是光学镜头的一加更优秀。由于这两台手机在拍摄微距的时候都是中长焦镜头最厉害，所以我们把微距放在这个环节。那么从样片上看，实际的拍摄微距效果上是一加的表现更优秀。一加的美颜功能还挺全面的，基本的都有，效果也还不错。小米的原相机呢，效果也很不错，它人像模式里的美颜效果选项挺多的，磨皮、美白、眼睛、鼻子、发际线，反正基本都有。而且这两台手机的背景虚化都做的挺自然，挺不错的，像我头发还有毛领都很好，能感觉到是有在好好做的，我都很喜欢。下面看看他们拍摄人像的表现啊，有长着就有人像。两台手机的人像拍摄模式背景虚化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从我的审美出发的话，我还是喜欢小米拍摄的效果。人像的肤色，小米拍摄的比较粉嫩啊，是不是大部分亚洲爷们儿都喜欢比较白嫩的，是不是？指出宽容度这块儿，感觉一加这次有些地方做的还是比较勤奋的。比如说这组对比照片啊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在暗部细节还原上都是一加还原的更多一些。那为什么说它有时候勤奋呢？那因为在这组的表现上它又不勤奋了，它的表现跟小米没有什么区别。可是换了一个场景之后，它又开始勤奋了啊，在暗部细节又开始玩命的还原了啊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能看到它在使劲。但是换了一个场景之后，它又跟小米的表现一样了，而且超广角还有些偏色啊，这还不是有些，还挺偏的哈。再看他们俩的夜景模式对比，一加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，这点我很不喜欢，因为如果我想拍得更好，我完全可以用夜景模式嘛。那么在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条件下，在第一组的测试中，亮部细节确实一加的表现更好，超广角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也是亮部细节的表现一加更好。但是一加的自动夜景优势并不能一直保持，比如说这组主摄的表现上，两台手机很接近，超广角的表现，小米那边暗部细节虽然说看着暗一些，但是该有的也都有。再换一个场景，虽然亮部跟暗部在亮度上是有区别的啊，但是细节展现上两台手机差不多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表现的是十分一致的，亮部是双双过曝。那到了女流氓小象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，在夜景模式下放大一看呢，小米的更清楚，一加拍虚了，我拍了很多张啊，不是只拍一张，表现都是这样。超广角的表现在细节还原上是一加的表现更好，但是清晰度的话，你仔细看还是小米的更清晰。祖传神助场景，两台主摄的表现还是比较接近的啊，在细节还原上，但是一加还是拍了很多张虚的，我挑的是清楚的来跟小米对比。但是超广角的表现确实是一加的更优秀。祖传神助 Pro 这个最暗的场景，乍一看是一加的主摄表现更优秀，但是你放大一看，还是小米的更清楚。相同场景，超广角的表现就在伯仲之间了。那么再看看两台手机的录像表现怎么样？我们的重点主要放在大家用的最多的防抖表现上啊。先看主摄的表现，我感觉在防抖方面确实是小米做的更好一些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做的都比较不错啊，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都非常不错。
2倍端的录像表现，一加这边只能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了，而小米是2倍的光学镜头，在清晰度和防抖方面的表现都是小米的更好。3.3倍的录像表现，一加就是光学镜头了啊。虽然说小米那边是数码变焦，但是清晰度上还行啊，比较接近一加的表现，防抖2台表现的都不错。夜晚的录像表现，咱们先看城市照明环境，主摄的表现，先从防抖上说，明显就是小米的更好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，都是小米的表现更好。那到了女流氓小象，非常暗了啊，2台手机的表现清晰度还是差不多的，但是防抖的表现上还是小米的更好啊，这是主摄啊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在这个场景下就非常一致了。硬件方面，2台手机是非常接近的，工业设计方面嘛，那就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了。不过这2台手机在工业设计方面，2个厂商都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尤其是拿在手里或者说近距离观看的时候，都是非常有质感的。手感厚度方面，实际上是小米的更薄一些啊，但是由于我拍摄的问题，好像显得小米更厚啊。不过这2台手机拿在手里都属于比较薄的，差不了太多。有一点值得表扬的是，2台手机的屏幕做的都非常不错啊，这点还是我比较认可的。那 OK， 作为聊影像的节目，这个环节咱们就言简意赅了。下面我们就总结一下这2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这2台手机作为2022年的开年重量级产品，厂商在发布会上还是着重的宣传了影像能力。在实际表现上，主摄还是小米12 Pro 的更好点。虽然说1加10 Pro 的边角画质更好，但这并不是因为它的光学素质水平高，而是因为它的感光器更小，边角的光学质量更好把控。毕竟高像素模式也是小米12 Pro 的更好啊。超广角的表现上，1加10 Pro 比小米12 Pro 多了2个超广角模式啊，超广和鱼饵模式。那如果你更喜欢这2个畸变比较重的好玩模式，那就是喜欢了啊，没啥可说的，选1加就对了。但是默认设置下，超广角的表现还是小米12 Pro 更优秀啊，它的视角更广，解析力更高。中焦的表现上，2台手机都能在各自的光学焦段战胜对方，但我个人还是更喜欢3倍的焦段，所以这个环节我更喜欢1加10 Pro。直出宽容度的表现，理论上是1加的表现更好，但是它的发挥不是很稳定啊，有些时候明显用力过猛。夜景的表现上，综合所有亮度场景和清晰度的表现，我认为是小米12 Pro 的表现更优秀。录像的表现也是小米12 Pro 的更好，主要是默认设置下各个场景它的防抖表现更出色。OK， 到结尾了啊！希望看完上面内容，您对这2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心里已经比较清楚了，也希望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。是的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如果我们的对比对您有帮助，记得点一个赞，点一个关注，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。没有帮助也希望点赞啊，毕竟看个热闹吧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